吃完的油桶你都扔掉了吗？其实油桶清理干净还可以废物利用的，比如说储存一些五谷杂粮，储存烟酒，储存我们吃的食物。但是呢，油桶油腻腻的，很难清洗干净的，尤其是油桶的内侧更加难清洗。其实清洗油桶根本不需要用一滴清洁精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可以快速清洗油桶的小窍门，只需要加一点它，我们使劲的摇一摇，晃一晃，油桶干净透亮。赶快跟着视频来学一学吧。清洗油桶的方法一，我们可以拿出家里的纸巾，再来准备一点淘米水，先把纸巾放到我们的油桶里面，淘米水适量即可，再把淘米水倒入米桶里面，水一定要可以多来一点，大约是1/2桶。接着盖上油桶的盖子，我们像这样来回的摇晃油桶，多摇晃一会儿，摇晃2-3分钟时候，我们可以发现油桶里面的油已经被淘米水全部混合，而纸巾在摇晃的过程中可以溶解于水的，那么就会形成一种很好的吸附油渍的物质。最后可以把淘米水倒出来，再使用清水多来洗一洗。这个方法清洗简单很干净的，能够使我们的油桶变得比较亮干净，没有任何的油渍。这种方法清理起来比较方便的，不需要加入洗洁精。很多时候朋友们喜欢加入洗洁精清洗，其实你有没有发现，加入洗洁精清洗的话，那么油桶里面的泡沫会比较多，怎么洗都洗不干净。加入了卫生纸还有淘米水清洗就比较方便啦，一下就可以清洗干净。清洗油桶的方法二，我们准备几张纸巾，把纸巾撕碎之后放入油瓶里面。因为卫生纸具有非常好的吸油性，能够特别好的吸附油桶的油脂。卫生纸塞好，在油桶里面倒入一些小苏打，小苏打能够有很强的去污效果的，可以把我们的油桶清洗干净。接着再加入1/3的温水，水温大概在30度左右的样子。油桶是塑料的，水温不能太高，如果比较高的话，油桶就会变形，影响我们后期的使用。接着再把我们的盖子拧紧，然后拎起油桶，像我视频中一样，不停地摇晃，不停地摇晃，像过山车一样慢慢的摇晃，大约摇晃了3分钟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效果吧。油桶里面的油慢慢的被卫生纸吸附，因为卫生纸和油桶不停的碰壁发生碰撞，能够可以很好的使每个角落的油脂都清洁干净的。这个油脂全部被吸附出来了，看一下是不是油桶上面的油渍比较少了。我们再用清水多换几遍水，再来不停的摇晃摇晃，摇晃干净。顽固的油垢也能够被清洗掉的，我们多洗几遍即可。清洗好之后，可以把油瓶倒过来，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，把里面的水分晾干。这样清洗过后的油桶既锃亮又干净，无论是我们放五谷杂粮，放油米面都是不错的。那么大家家里面是不是有很多闲置的瓶瓶罐罐，比如说饮料瓶、食品瓶、玻璃瓶等等的，这些东西占用了很多的空间，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处理，也比较头疼的。因为如果是卖掉的话，价格很便宜，卖起来不值钱，扔掉吧又比较浪费。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塑料瓶好好的利用起来，不仅能够不浪费资源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塑料瓶简单的改造一下，
塑料瓶的妙用一，我们可以当做一个挂雨伞的雨具器。春秋季节雨季比较多，平时我们的伞经常用来挡雨的，每次回家之后伞都是湿漉漉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塑料瓶做一个挂雨伞的小工具，方法也是比较简单的。这里我们需要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瓶子，首先用剪刀或者是热熔胶把我们的瓶子分为两半，下面多一点2/3，上面呢留一小半即可。剪开的这个口是比较锋利的，我们可以用胶布或者是用我们的火机烤一烤，避免割伤我们的手。然后在瓶子的两旁分别戳上2个小洞，用一个绳子把这个洞口穿起来，挂到我们阳台的地方，接着再把我们的伞放进去。像这样，我们的雨伞的水不会滴落到家里面，滴落在瓶子里面即可啦。如果我们这个方法呢，不光可以放到阳台，也可以放到我们的车里面，车里面地板也容易湿掉，像这样把雨伞保存起来即可。塑料瓶的妙用2，制作笔筒。笔筒很多人都喜欢用，办公桌时候需要用到，小孩子学习的时候也要用到。小小的一个物件，能够帮助我们整理好各种的剪刀、各种的笔、尺子等等，让我们的桌面变得更加的干净，而且整整有齐。其实笔筒不需要花钱买的，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制作一个，既简单又好看，而且废物利用了，也不花钱去买，只需要一个瓶身比较大的杯子、瓶子、罐子，什么方便都可以的。我们从瓶子中间的部分剪下来，因为笔呢需要长出来一点，这样拿的时候比较方便。如果笔筒比较高的话，拿笔不方便的，大约是10厘米的时候即可。接下来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小孩子的喜欢，贴上贴画，贴上自己爱贴的贴纸都可以。像这样，我们把我们的笔、尺子、橡皮放到我们的瓶子里面即可。小孩子的书桌呢变得整齐了很多，而且一点都不乱，也比较干净。拿什么笔呢？直接拿就可以了，方便、快速、简单。是不是很多爱出门的朋友们、爱旅游的或者出差的都遇到这样的烦恼？我们不喜欢用酒店的毛巾、牙刷等等，只喜欢用自己的。这个时候就需要把毛巾、牙刷带到我们的行李箱里面。即便这种情况，也不想去花钱去买新的。那么呢，我们可以把塑料瓶从中间剪开，然后把我们的毛巾、牙刷放到塑料瓶子里面，盖上盖子，紧接着放到行李箱里面，像这样携带保存即可。这样用的时候比较方便，并且水滴不会滴到我们的行李箱里面，衣服也不会湿，也没有霉味儿，真的是一举两得的。我是没有想到，小小的塑料瓶废物利用之后会有这么多的神奇生活小妙招的。以后家里面的瓶瓶罐罐不要丢掉啦，可以像我这样试着保存起来，当做我们的生活小妙用，还是不错的哟。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收藏起来试试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